大家好，我是乔乔妈。这期视频我们来做腊八蒜。传统上做腊八蒜都是在农历腊月初8前后，实际上只要条件合适，全年任何时间都能做。大蒜要先经过冷藏，这样腊八蒜才容易变绿。所以夏天从地里刚采收的新蒜要放冰箱冷藏一段时间，再开始做腊八蒜。冬天的蒜一般都是冷藏过的，直接做就可以了。加温水浸泡1个小时，让大蒜和蒜皮之间分层。我尝试过很多快速批量给大蒜去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最省力的，而且不影响蒜的品质。切掉蒜根，剥皮就很容易了。大蒜洗干净，晾干或者擦干水分。要切掉蒜根才会绿得快。我们再来说用什么醋。无论是白醋、米醋还是香醋，主要成分都是醋酸。其中的米醋和香醋是发酵醋，所以风味更好一些。香醋泡蒜颜色会发暗，如果你就是喜欢香醋的味道，那也完全可以用香醋来做。我们来测测它们的 pH 值，也就是酸碱值。pH 值小于7的属于酸性，大于7的是碱性。很明显，3种醋都是酸性的，而且酸度接近。这一期我们全部用米醋。我们来做几组对比小实验，来观察温度等因素对腊八蒜的影响。先看温度的影响，这4瓶我会放在家里温度不同的位置。4度的我会放在冰箱冷藏室，15度的放在地下室，20度的是室温，25度打算放在暖风口旁边。4瓶都是闭光保存。1周之后，变色差别就非常明显了。最近因为下雪，天气比较冷，所以暖风口的实测温度是35度左右，所以我要更正一下。温度越高，变色的程度越高。仔细看，这个时候20度的腊八蒜呈现的是淡蓝色，2周之后明显变绿了。从左到右分别呈现出蓝色、绿色和黄色。为什么会变黄呢？我们用做蛋糕的食用色素来演示这个变色原理。腊八蒜变色是因为大蒜里的蒜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天然的黄色素和蓝色素。黄色素遇到蓝色素，我们肉眼看起来会是绿色，但是蓝色素不稳定，所以腊八蒜在高温或者长时间浸泡的条件下就会变黄。再来看一个实验，来认识变色的过程。物理捣碎大蒜是为了加速变色的过程，左边的加醋，右边的不加醋。1天之后，加醋的还没有变色，右边的蒜泥已经变绿了。3天之后，加醋的开始变绿，另外一个已经完全变黄了。通过以上实验我们会发现，低温做腊八蒜它会先变蓝，再变绿，温度高了或者时间久了就变黄。这是因为蓝色素不稳定，容易受高温、光照和浸泡时间的影响。再看减压对腊八蒜的影响，我们把1瓶抽真空，2瓶都放在15度的避光处。真空的腊八蒜绿变的速度快一些。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它快点变绿呢？把米醋加热到温热，最好不超过70度。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提高了初始温度。3天后，颜色已经非常漂亮了。同样的室温条件下，它明显比用冷醋会绿得快一些。传统选择腊月初8开始制作腊八蒜，是因为这个季节温度低，更适合做腊八蒜。俗话说腊7、腊8冻掉下巴，意思就是说这2天通常是1年当中最寒冷的日子。如果环境温度高，就会产生大量气泡，做出来的口味也会酸一点。我这次做的都是没有加糖的，如果你喜欢吃酸甜的，可以在加盖之前撒一点捣碎的冰糖。我们来总结一下：1. 做腊八蒜的大蒜要先经过冷藏才容易变绿。2. 低温、酸性和避光是最关键的因素，其中温度影响最大。4度到25度都适合做腊八蒜，温度越高绿得越快，但是黄的也越快。3.
产生气泡是因为温度比较高，这种口味会稍酸一点。4. 温度低一些，做出来口感更脆。5. 要避光，能更好的稳定翠绿的颜色。一旦颜色变绿，满意之后，就转到冰箱冷藏，能更好的避光护色，并保持清脆的口感。腊八蒜的味道大家都熟悉吧？它把大蒜的辛辣变得更加的柔和，酸酸的味道中能品出一丝微甜。吃包子、吃饺子，来上一小碟腊八蒜，特别的开胃啊！谢谢收看，下回见。